今日之事，你怎么看？萧无一和谢家瑜本来就是冲着李乐君去的。李乐君谋害郡主是真，恐怕萧无一、谢家瑜陷害李乐君也是真。太后的意思是，还有第三枚却骨令，文熙皇后给萧居的。那郡主的那枚却骨令现在何处？李茂，我小瞧他了。方才李乐君捉拿夏玉，他居然一句辩驳都没有。李茂、谢家瑜、萧无一，瞧见没有？越来越有意思了。你也是从流民底层里走出来的。既然决定做这把椅子，就该有更悲悯的胸怀，更广博的志向。慢点吃。你家里人呢？死了。从哪儿来？齐州。去哪里？健康。什么人？奴婢是来给殿下送安神汤的。又是你，还不死心呢？那便留下来。谢殿下。要多笑，笑起来才像他。怎么了？从前阿母就不带我入宫。她说宫里没什么好玩的。今日是我第一次来，确实没什么好玩的。我以后再也不想来了。好，那就不来。崔军的那枚却骨令，你就这么给出去了？怕什么？我既然敢给出去，就拿得回来。先把崔家的矿拿到手。回家。怎么了？你这进来不说话，比你每次写作呼啦倒着进来更吓人。你之前说我脑子里的血瘀会影响寿命。2、3年会瞎，3、5年会死。能否帮我活得更长久一些？你之前不是说3、5年就够了吗？怎么又突然惜命了？到底能不能？能啊，只要你听话就行。
如果是钥匙，用它能打开什么东西，那也需要4块合体。崔俊只有其中1块，就能找到其中1处矿藏，说明不是钥匙，而是图腾本身。凤印熔铸，朱雀之形，一手一尾，这图腾究竟有什么玄妙？圆架子，真是看花了眼，怎么可能是圆架子？女郎，快趁热些喝，这是清热明目的，我刚从青龙那儿拿的草药。青龙的草药，他眼睛怎么了？还不是崔俊被劫闹的。青龙负责保管的钥匙，他说这钥匙从来就没有丢过，就算是睡觉的时候都会贴身带着，可这锁偏偏没有被人撬过的痕迹。青龙说，除非是他瞎了，不然不可能不知不觉的。圆架子，世子妃怎么了？她是太后的侄女。女郎怎么净说些怪话？这世子妃当然是太后的侄女了。不对，谢佳玉，你怎么能这么想呢？袁家子对你这么好，他怎么可能？我说了，我已经在想办法了。太后娘娘思念姊妹，请夫人入宫叙话，说是几日才回。老奴只是过来告诉世子妃一声。太后莫要欺人太甚。这些年，太后放任你在静安王府什么都不做，为的就是今日一击致命。无论如何，您终究是何家人，何族上百口人的性命都攥在太后的手里，您自己掂量着。我已经帮太后解锁崔俊，如何再拿到却骨令？那是您的事。听闻世子妃最近经常往正通书局跑，是有故人之资，令世子妃恋恋不忘。若是世子妃不肯想办法，那太后就要亲自想办法了。关崔俊的地方是世子在健康的隐射，插翅难逃，无人知晓。但崔俊断了一只手，竟能凭空消失，简直见了鬼！隐射的钥匙天底下只这一把，世子交给我保管。我青龙对天发誓，绝无外泄，更不是我放走的崔俊。宫宴那日，世子用却骨令换来了崔家矿藏，世家没分到丝毫，便觉得吃了哑巴亏，纷纷联手上书参世子，说世子北府改制是为一己之私。这帮老东西，分明是借题发挥，给世子泼脏水。真不是他自己干的？谢娘子。哎呀，好啦，别急啊，我信了不是他。不过也确实挺值得怀疑的，故意把人藏起来，再看各方反应，这在你们兵法里叫做声东击西，还是浑水摸鱼？这回真不是。那萧无一他就任凭他们诬陷？世子他不一直都是这样，他也不管旁人怎么说怎么想。女郎，世子妃的确不在府内。外人确实没机会碰到，但若是府里人呢？大哥，又去书局了？今日又寻到了一本极珍贵的古书。哦，对了，我还寻到了几本修渠的古书，是从前工匠跟随李陆海修秦渠时留下的。你如今担任着兼修粮道新渠的主事之位，想必这几本书对你来说也很重要。我让人抄好了，给你送过去。没想到你还记挂着。不过这几日外头乱，你还是少出门。知道了。元姬啊，大哥还有事？以后出门多带点人。好。我不跟你下棋啊，你棋品比父王还差。心情不好，陪我下来。
你有这功夫，不如早点跟人把话说明了。5年了，大哥你可真能磨叽。你，萧无一，她是你世子妃，你萧无一从来不在乎声名狼藉，但她是一个弱女子啊，能不在乎吗？我若开口，如何让她在健康立足？我看世子妃才没你这么愚。你，这是吗？我早已把和离书写给了世子妃，她如今是自由身，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啊！你再不抓紧些，人家旧情复燃，你悔之晚矣。柳昭莲真的就是……世子妃又出门去了？对，人刚走。快把你衣服脱给我。啊，老规矩，以前怎么做，现在就怎么做。等会儿无论谁来，你就装作是我的模样。想不到世子妃能有这样的见解和文采，在下佩服。先生谬赞了，多亏先生上次抄录给我的那些典籍，让人受益匪浅。不过此处还有几处疑惑，望先生解惑。子曰：“由，诲汝知之乎？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智也。”先生，可曾去过颍州？不曾。世子妃为何如此问？只是先生与我从前的一位朋友，长得实在太像了。他正是颍州人士。是那位裴先生吗？是。他已经过世了。原来如此。颍州裴氏是大姓。想必裴公子也是世家出身，人中龙凤，在下一介布衣，不敢与裴公子相提并论。这是私会情郎，打扰了。南星，世子，女郎不见了。女郎怀疑世子妃可能与崔俊失踪一事有关。今日世子妃出门，女郎也跟着一起出去了。我早知此事与世子妃有关，她掺和什么？啊！世子，你还真知道？我不知道你知道啊！信阳子问我之时，我还斩钉截铁地说你不知道呢。有时出世子妃就已经回来了，但女郎到现在都没有回来。英使呢？女郎想起却古令的一种破解之法，但需英使出城确认。该在的不在，不该在的到处乱窜。要想见活的谢家宇，带上所有却果令至安泰门。小女郎，中了我的迷药，你就别费劲了。崔俊，你绑我做什么？我曾有一只鹰叫鸣笛，幼年放牧时见的。他那时被猎人射伤，奄奄一息，是我救了他。自此他便一直跟着我。可自我入南叶20年了，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。他肯定是已经死了。
要不然就是被人抓住煮熟了给吃了，或者就是把羽毛一根一根拔下来做成羽扇。别费劲了，都停下！再向前一步，这小丫头就没命了。夏雨，崔俊，放了她。谢家玉一介女娘，无论发生任何事，都与她无关。世子和监国的心上人，怎会无关？把兵器都给我放下！血骨令都带了吧？自然是带了。崔俊，你就算拿了血骨令，你也一样逃不出去。谁说我要逃了？萧无一，你和谢家瑜的这场戏唱得不错呀。栽赃李乐君的那枚血骨令，是你萧家的吧？而郡主的那一枚，明明还在李茂手中。给你。只要你放了他，我的命换他的命。看来齐王对你确实是真心，他一点犹豫都没有。萧无一，你的呢？血骨令的确在我手中，但若是我不给呢？小丫头，我觉得齐王不错，萧无一不行，在他眼里，你连块令牌都不如。无一，有在他手上。今天你让谁死，谁就死。我不选。选一个，一个肯为你交出血骨令，一个完全不在乎你。夏无一，你放开我！夏雨，你选一个，没人会怪你。阿史那奇，何必为难他呢？血骨令我自会给你。此番你利用血骨令，无非就是想要挑起君臣相疑吗？既如此，夏无一，你住手！我来替你选。齐王的命，我要了。好啊，你若杀了他，我也好放了这小丫头。齐王，你不是说愿意以一命抵他一命吗？正好成全了你。夏无一，你住手！萧无一，我果然没有看错你，你果然是无惧无负啊！萧无一，这是当朝监国，这里是安泰门，你这是要造反吗？快别说了，萧无一若是真的要造反，你还要上去同他拼命不成？萧无一，你若敢放箭，便是弑君之罪。说，是谁劫的你？云帝，他一直都在，他来带我回家了。明帝，我的明帝。萧无一最后还是没有把却骨令拿出来。
礼貌还是不如萧无一沉得住气呀。对齐王这一箭本来就是要射的，如今朝野上下都看见萧无一对齐王放箭，不忠不臣，真是意外之喜。太后，您放了崔俊，一箭双雕，真是妙啊！太后呢，也不想跟你干耗着，愿给你2条出路，一条现在就死，另一条放你出去。出去？你身为北前暗探，做了这么多的事，不就是想看着大业乱吗？现在太后愿意给你这个机会。太后，您是否还是要除掉齐王？我看不如拉拢。你看李乐君从前装得多乖巧，如今呢，无论是李茂还是李乐君，不过是披着羊皮的狼崽子。如今羽翼未丰还好，要真待那日，李茂凭借北府改制立了自己的威，吾和陛下哪儿还有立足之地？萧世子，太后这是生气了，不仅是因为您今日剑指齐王，破坏了微臣的规矩，更是因为您和谢娘子犯了欺君之罪。哪儿来的欺君？谢娘子，齐王殿下已经交出了第3枚却骨令，他那一枚正是李乐君从郡主那儿拿来的。那宫宴那日出现的却骨令又是哪儿来的呢？您和萧世子为了捉拿凶手，连太后都敢利用，这难道不是欺君吗？萧无一，你可知罪？禀太后，那日的却骨令的确是文熙皇后授予臣父，再传给臣。为揪出凶手，臣利用太后，臣认罪。但谢家玉为母心切，并无恶意，所成冤情也非诬告。还请太后开恩，臣愿替谢氏一并领罪。好一个情深意重，那吾就顺了你的意。他的板子你也一并领了吧。谢太后。不行，我也要认罪，咱俩一人一半，你一个人挨打算怎么回事？来吧，行刑。萧无一。谢娘子，你要是阻拦，就不只是欺君，还有抗旨。继续。萧无一，不要！不要！你可知何为君臣？你本是君，你若不做这个文熙太子，不做建康宫的那把椅子，一辈子为臣，纵然手握北府，也一辈子受人忌惮，做任何事都会受人掣肘。坐上那把椅子，就能够不受掣肘了吗？世家掌兵，无论是谁坐到那个位置，都必受掣肘，所以我才会建立北府，建立一支不属于世家的军队。我要源源不断的寒门都有施展立足的空间，即便是世家永远无法被真的遏制，我也要为大业的朝局引入活水。我要做的事情有很多，但我所剩的时间不多。什么意思？九章园，我受了伤，与寿数有损，老天没能给我更多的时间。天命于25年前就不在我，
我所求的也不是那把椅子。我若不想要一个身死道消的裴府命，就必须要做更多的事，而不仅仅是站在那高台之上与世家周旋。你相信齐王，愿意扶持齐王。或许他作为谢家瑜的丈夫，不够让郡主满意，但我知他心中有志。若有一天，你发现他不配呢？元姬，大哥也在。我有事情要禀告世子。无疑被杖责有伤，谢娘子在照顾，是为崔俊绑走谢娘子一事。是，我要向世子请罪。崔俊是我放走的，虽说是太后以家人相携，但错了就是错了。佳玉也因为我被崔俊掳走，差点出事。无疑早就知道了，是你拿了青龙的钥匙。什么？凌风铺的事情瞒不住了。雀骨林和矿藏已入世家视线，他们就一定会出手。世家始终都想破坏改制，只要一找到机会，就不会轻易放手。无疑早就有所预感，太后既然已经入局了，就没这么容易脱身。世子要向太后出手了。发什么呆呢？你那时为了保下孩子，同家中决裂，是何感受？松了口气。他们叫我殉葬，我还能如何？我若能像你这般果决就好了。明明父兄阿母并不在乎我，宁愿牺牲我的婚姻，也要向太后投诚，而我却无法轻易的抛弃他们。这么多年龟缩在这静安王府里，读书助修，好似清醒，其实就是在逃避。世子早就给了我和离书，而我却不敢离去。从小，我随外祖在外行医，发现一件趣事：行医用药，往往是穷人更愿意是猛药、重药，一剂下去常有奇效；而那些世家大族的人生了病，总是用药小心，生怕出错，反而小病拖成大病。你猜是为何？许是因为拥有的少的人更能豁得出去，而从小锦衣玉食长大的人，受恩于家族，便也受制于家族，被人从心底折去了翅膀，顾忌太多了。所以你放不下母族也很正常。人人生而不同，没必要都活成一个样子。殿下，殿下。让开，我要去请太医。太后说了，齐王殿下受伤需要静养，太医晚些会到的。太后，阿紫，他这伤真的没事吗？放心，他从前受的伤比这严重10倍、100倍，他都没事。那也不能因为从前受过的伤更严重，就觉得眼下的伤无所谓。瑞生阿紫，请你再多想想法子。你放心，我一定盯着他喝药，一滴都不剩。世子的药里呢，的确还缺一味黄连，等会我加上。世子，东宫的宫女阿婵，哦，就是谢娘子从前救过的那位舞姬。她托人送出一份药渣，齐王殿下不对劲，恐怕要不好。这是东宫近日唯一传出的消息。怎么会？不是说那一剑伤得不深？是不是剑上有毒？我那日掌心有伤，也摸过剑，若是有毒，我不会没事。
查着药渣，有问题。我想起来了，从前我随外祖父行医，在山间采药，碰到过一种有百合香的草药，嫩芽有毒，毒发时就像普通高烧，烧着烧着人就没了。若是不了解这毒的大夫，找不到病因啊，通常就会不治而亡。那阿茂是不是也中毒了？他会不会？放心，这毒只是症状隐秘，解倒是不难解。别担心，我记得你外祖父曾在太医署任职。是，不过后来外祖提前告休，带我在民间行医，没几年就故去了。何时告休？大约13年前。当今陛下登基之后没多久。高烧，中毒，立刻在潭东宫守备，和禁军布防。诺。我需要你为我做一件事。阿紫，要不咱们走墙吧？我会一点轻功，可以把你们都抱进去。秦太医，老太太说了，蕊夫人与于氏早已断绝往来。今夜蕊夫人不曾来过余宅。大哥，我要回趟和府。我同你一块儿去。苦吗？我有梨花糖。我喜欢吃酸的。那你今日先喝完，改日我给你做山楂糕。真的？嗯。不用了，买些山楂回来就行。山楂糕做起来太麻烦，剥起来手疼。世子，试过了，东宫确实被封禁了，进不去。禁军调动异常，陛下的寝殿从昨夜开始停止换房。太后又想对阿茂故技重施。太后这个戏台子搭了这么久，也该做个了结了。去，把我的朝服拿过来。朝服内要不要穿铠甲？对付太后，无需铠甲。世子，殿下他已经烧了2日了，太医署根本就没人来。余生，把近几日封闭东宫的守卫全都给我绑了。诺。公公，出什么事了？这么慌张？太后，萧无疑夜闯东宫去救齐王殿下了，而且秦太医被抓了。秦太医会不会把当年……掌嘴！奴才该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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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别打了！秦太医家里20余口都在吾手中，就算是死，谅他也不敢走入半点风声。不料的果然没错呀，还真不能够让他们有翻天覆地的那一日。陛下既然不愿意听吾的，那吾就替陛下做主了。传吾的懿旨，把禁军里所有出身和氏门下的全都调集起来，替吾挡住萧无疑。诺。你知道该怎么做？诺。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，那就替吾梳个改朝换代的日月鸾凤了。诺。
陛下怎么还没喝？陛下，请用药。在这健康宫里，真心待你好的人只有阿娘。你可知阿娘花了多少心血，才换来你今时今日的尊贵？朕一直都记得母后的恩情。既是如此，今晚答应阿娘3件事：第一，停止背负改制；第二，废除齐王监国之位；第三嘛，太子之位，阿娘已经替你物色好了。幽王第3子，陛下以为如何？母后，今夜儿臣怎么想，已经不重要了。臣拜见陛下、太后。这是何意？秦生谋害齐王与陛下，人赃俱获，其背后定有主谋。秦生，谁让你做的？是臣一人所为。诺诺，阿父，你怎么流血了？你疼不疼？阿父，秦大人，别怕，你的家人都在这里，把你知道的说出来就行。有什么话就说吧。我说，那是13年前的冬天，自从南下建康，文熙母子又先后故去，先帝便幽怨成疾。到了立储之时，那时候肃王和宁王本是朝中所望。那一夜，漫天大雪。这张药方你拿了去，混在每天宵夜的官宴中，给每位皇子和王爷送去。连娘娘的亲生骨肉，燕王也要送吗？要想事成，先要舍得。本宫自有办法保全我儿。3个月后，肃王和宁王先后故去，只剩下燕王，但燕王也因中毒，一病不起。一派胡言！陛下乃无亲生，吾怎会狠心对骨肉相害？秦生，这些说辞是谁挑唆的？是谁让你陷害我？说！母后，朕还记得那燕窝粥，带着一丝百合的香味。这毒是暗夜草吧？先把他们带下去吧。你是何时知道？从第1天起。那为何还要喝？因为从小到大，孩儿都想讨母后的欢心，都想得到母后的夸奖。既然如此，那今夜就按母后说的做。
孩儿的身体，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。孩儿是个无能的皇帝，也是个不孝的儿子。你们要争要抢，我管不了，也不想管。但这大业的江山，要真怀在孩儿手里，我也无颜面对先祖。萧世子，齐王如何？回陛下，毒已经解了，眼下正在休息。萧无义，你以为翻出陈年旧案就能置吾于死地吗？吾乃当今太后陛下生母，就算做错了什么事情又如何？况且我等今夜这一刻已经等了许久了。贺田，萧无义谋乱宫闱，拿下！跪！参见陛下。参见陛下，参见太后。退下！是你出卖了我。今夜萧世子入宫，目的是扳倒太后。何氏为谋却蛊令劫走崔俊，又指使崔俊挑拨萧世子与齐王之间的关系。在崔俊射伤齐王之后，太后又秘密毒害齐王，欲另立储君，罪证确凿。那你来此做什么？还不赶紧去向太后报谢！你是要吃里扒外不成？今夜扳倒太后，我也是人证。萧世子已查出当年陛下登基的内情，肃王、宁王都是被太后下毒所害。今夜祸起萧墙，何家只有两条路：其一，断臂求生；其二，与太后一道死。诸位，是想生，还是想死？这怎么办？你们若是想生，如今只有我能保何氏。你准备怎么做？认罪，伏法，支持北府改制。荒唐！何氏乃江南第一世家，怎么可能支持改制？而且太后乃陛下之母，就算陛下知道是太后对肃王和宁王下手，也未必会如何。那如果太后当年也给陛下下了毒呢？如今陛下体弱，就是因为当年解毒不清而产生的后遗症吗？我已嫁入靖安王府，本可以独善其身，然而何氏毕竟是我的母族，所以今夜我还是来了。是继续跟着太后这艘破船一道淹死，还是从今以后听我的，换一条航道，至少能保何氏平安。你们自己选。掌家之印在此。很好。这是臣女这些年来收集的何氏一门结党营私、贪赃枉法的名录，还请陛下预览。何元介，你是疯了吗？你是要毁了何家吗？姑母，元姬是在救何家。何氏不能一错再错下去了。救何家？何氏一门，从上京南渡，帝都健康，皆有栋梁之功。臣请开恩，不株连何氏。改制，乃大势所趋。并非屠戮世家，若有同心协力者，自当加以恩典，
必为典范。那太后呢？太后昏聩年迈，当收其印玺，移居别宫，颐养天年。来人！花儿，滚开！花儿，母后都是为了你呀。我拿到家主印的时候，祖父告诉我，为了和氏全族的未来，可以牺牲任何人，包括他的女儿。姑母，您的阿父和儿子都已经放弃您了。你以为你能独善其身？陛下，臣女何元姬得太后赐婚萧世子。成婚5年，无德无贤，请陛下废除萧何2世婚约，准臣女与萧世子和离。臣女愿率何氏支持世子改制。准。世家盘根错节，连朕的皇位都是他们赐予的。朕做不了的事，你们替朕去做吧。萧无一。朕会下一道密旨，若朕有一日病天，便让太后随朕一起走，免得她再以孝道之名行擅权之事。今日你替朕压下了昔年宫廷丑事，保全了皇室颜面，来日朕替你做这个恶人。臣谢陛下恩典。齐王礼貌。臣在。朕赐你天子9印，日后替朕行事，不必再另行请旨。谢陛下。崔氏案就由你主审吧。臣领旨。我赢了。恭喜哥哥，成功扳倒太后，拿到天子9印。萧无一做不到的事情，我哥哥做到了。你是要走了？世间再无李乐君，哥哥，我不会成为你的污点的。你不是我的污点。你是我唯一的亲人。殿下凭什么认为我会帮你？若孤将崔俊就在宫中的消息告诉了萧世子，公公以为事态会如何呢？
你们要真藏不住人，到头来，不还是公公的罪过吗？便是折了老奴，太后也不会有丝毫的损失。我惹你做甚？您要我做什么？放了崔俊，挟持谢家瑜，让他射杀我。也对。李乐君一事让您和静安王府离心，若是太后真对您起了杀心，便不可能轻易收手。哼，您还想要太后和萧无医鹬蚌相争？我听闻公公有一名外侄，视若亲子。当时公公想利用何家为他求点仕途，不料被何家那些不争气的儿郎带着整天饮酒作乐，几乎成了个废人。陛下现在沉疴难愈，公公以为太后还能掌握几年的权柄，何不与孤结个善缘？无疑，感谢今日帮忙。若不是你带秦太医来，太后可能就得逞了。谢家瑜已经去追李乐君了。乐君，别来无恙。我原本以为安泰门是太后的手笔，原来是你，不断的利用太后，利用我制造健康混乱。只要巡防营兵马调动，大理寺守备松懈，你便能找到机会唤出李乐君，将他送出城。可至少我帮你除掉了太后，这还不够吗？是非对错，人命底线我都理解，可李乐君永远会是我的例外，所以我把选择权交给谢家瑜。萧无医，你太残忍了！无论是对我还是对谢家瑜，你以为他杀了乐君就能释怀吗？不，这只会让他更难面对。我偷偷把乐君换出去，乐君也能活下来，谢家瑜也会以为他复仇了，这不是最好的安排吗？你太小看谢家瑜了，他没那么容易被打倒。他可以做选择，而这个选择也只有他能做。家瑜，我与郡主并非私怨，而是政敌，我只能如此。给我一个不杀你的理由。好，那么今日我就亲自替我阿母报仇。哥哥若是知道，他不会放过你的，那就让他亲自来找我。我可以去北秦，燕王想要与我成亲，我可以利用这一点潜伏北秦。崔俊为北秦潜伏大业20年，他能做到的，我也能。哥哥是监国，我潜伏北秦，你可以相信我的忠诚。我为暗探，既可以替哥哥实现他的抱负，以萧无医掌握北秦动向，而且暗探九死一生，就算我被北秦人杀了，也不算你动手。佳瑜，你我朋友一场，我不希望你亲手杀我，那就交给天意。萧无医，我告诉你，从今往后，你我之间再无兄弟。只有君臣。
怎么回事？阿茂打的。对不起。别乱琢磨，这是我跟他的事。都是因为我。好了，没事。萧无意，虽然我说过我不想做魔头的夫人，想做英雄的夫人，但其实口诛笔伐，声名狼藉，我也是不怕的。你怎么不问问我有没有对乐君动手？还好吗？他说他要去北秦做暗探，潜伏在鹰王身边，我射了一箭。李乐君，你我此生不必相见，若再相见，我定取你性命。带他去北京。No。郡主会明白的。恭喜殿下独揽健康大权。太后已经启程了吗？太后急火攻心，风邪入体，得了卒中，如今已难以起身了。印玺已收回，无论早走晚走，都还是要走。殿下，太后是真的已经病倒了。那便好生将养吧。殿下之前允诺奴才的事情，啊，您的外侄聪明，我已经升他做禁军统领了。多谢殿下。至于你，就继续待在行宫，照料太后吧。我，这。胜负已分，如今你已是何氏家主，又何必来耀武扬威？我记得年幼读书时，阿父阿母总告诉我，我有一位非常漂亮的姑母，她是健康宫中的贵人。她貌美温柔，聪慧绝顶，琴棋书画样样皆精，尤善软贤，一手鹧鸪，让人听之忘俗。阿父阿母指着姑母的画像告诉我说，世家贵女，气度高华，理当如是。我便学着她画中的样子，读书、习字、练琴、长大，想要成为第二个她。如今你还会弹吗？后来我见到了那位姑母，那日我还特意带上软弦，可她见我的第一面却是告诉我，需要我为家族嫁给一个素未谋面的男人。世家之女，谁不是嫁给一个素未谋面的男人？可
我明明已经答应了，裴瑞恒也已经死了，你为何还要罗织罪名，害裴氏满门？为何？习惯了。裴家不愿意相信儿子死于失足，又怎能再让他们继续盘折，徒添麻烦？瑞和的阿母带着女儿自尽的时候，裴郎的宝贝不满5岁。姑母，与你一起痊愈，你毁了多少人的一生？痊愈？谁人生来就有痊愈？何时不也一样毁了吾的一生？谁来替吾喊冤？若没有吾，何时不过就是一个不入流的小卒？你们如今的荣华富贵，都是用吾交换来的。怎么，用完了吾，你们想独善其身了？不过你的运气终究比我好一些。静安王府不是吃人的健康宫。镜花水月，固然非古。您还不知道吧？陛下已经下了密旨，她驾崩的那天，就是太后您薨逝之时。何时的未来，彻底与您无关了。崔俊至死都没有进过大理寺，他是否真为北迁安踏，或是否真炮制了安禄冤案，也无从查证。血骨令呢？在陛下那。文熙太子物归原主。你确定萧无一就是文熙太子？他一定是。臣不知陛下知，不知便不知吧。能不知也是幸事。我也活不了几日了，也没有心智再去救扶这天下苍生了。朕不想管这滔天洪水，也管不了了。你就这么放任不管吗？文熙太子的却骨令，那本就是他的东西。我会用我自己的方式赢他的。母亲，您又在晒书啦？这次母亲不是晒书，而是要把这些书都带走了。母亲要走了吗？何以见得呀？母亲视书如命，若是书要走，定是母亲也要走了。子期真聪明，不过子期放心，母亲不过是换了个地方住而已，还是可以隔三差五的回来检查你的功课的。你看那箱，就是留给你的功课。子期，
快回去更衣了，练了一身汗。走。日子定了。世子说，这院子以后还留给我，日后我依旧是子期的老师，依旧是王府的人。没想到，终究还是会有这一日。我却觉得，幸而走到了这一日。我记得那日，我替无一去和府接你，替他与你完成大礼。那时我便想，我弟弟有福，竟能娶到这样的世子妃。大哥，我知道，你与无一之间虽有信任，却无情义，是他没福气。这几本是关于治河的书，还有一些医书，我觉得对你或许会有用。元吉，若是我不是无一的兄长，大哥，我并非畏惧人言之，只是我一直真心的把你视作兄长，能嫁入萧家，与你们成为亲人，相互倚仗，是我之福。你总是这般聪慧，一点都不给人希望。罢了，出此门去，已是天高海阔。祝君万事遂心，得偿所愿。快走，快点，快走！起来，起来，你给我起来！慢着，鹰王，平宁县主，这么巧？不巧，我就是来寻你的。快点，走，快！你之前不是说，你若哪日有愿意了，来北秦找我，我殷王府永远为你敞开大门。如今我来了，你后悔了？美人投怀，本王怎敢拒绝呀？但此花虽美，本王却不知是否有毒。我杀了谢家宇的母亲云昭郡主，我是从萧无疑和谢家宇的手中逃出来的。若是我再回到大业，就只有死路一条。我已经无家可归了。萧无疑他跋扈专权，我哥哥根本就不能与之对抗。但我相信终有一日，我哥哥一定会跟他兵戈相向，一决高下的。在这个问题上，我想你与我哥哥是殊途同归，我可以成为你们二人之间的桥梁。你放！好了好了好了，
么快就收拾好了？母亲，元姬，这么些年，这偌大的靖安王府，其实一直都是你在陪着我。只可惜我们没有婆媳的缘分。无一就不说了。其实，安明他的母亲，我心中对一人有愧，难以释怀，心有挂碍。也罢，是我们萧家没有这个福气。元姬，你此次合离归家，收拾何家多年的弊病。何家一旦支持改制，必会受到其他世家的攻击，还有很多难关在等着你。你若有难处，便回来。这锦衣院依旧是你的，这靖安王府永远都是你的家。母亲，元姬啊，这么多年，我一直想要个女儿，可惜无福。我收你做干女儿如何？以后我们母女相承，你依旧是子期的夫子，你意下如何？母亲不弃，元姬自然愿意。在这靖安王府的几年里，是我一生中最自由恣意的日子。元姬，三生有幸，快起来。啊，袁家子不打算告诉柳昭琳他的身世。裴氏已被何太后找借口满门抄斩，若让柳昭琳想起他就是裴润恒，何元姬从现在开始执掌何氏，实际上也算得上是柳昭琳的仇人。他们两个之间该如何面对彼此呢？如今，崔氏案的审理结果已经出来了，崔氏擅宰私矿，戕害女子，证据确凿。然而崔俊已死，崔令仪与崔少安共同阻止崔俊回天，助女子逃生，功过相抵，最终没收家产，崔少安贬为庶人。安茂还是心软的。李乐君的事，你不怪他了？你不是让我自己处置吗？此事已矣。其实这雀谷令的秘密已经被我破解了，有没有令牌不是那么重要。你看，图上这3个光点就是矿藏所在。这是我师父生前走遍大业画下来的堪舆图。你看图上这3个地方，是不是和雀谷令上的这3个点很像？我让叶行去了这几个地方，将水源和沙土带回来，就能知道是否藏有矿藏。叶行？哦，就是那个影史，我给他取的名字。我本不想留下他，但他说影史的使命就是守护皇族，君主已去，他本该自尽。如果不留下他，他就只能去死，这也太吓人了。所以我就只好留下他，给他取了个名字。我可不想他跟他兄长一样。你们皇族影史的规矩都是这样的吗？主君死了就要一起殉葬？那你之前那些……他们从小便接受这样的训练，认为这是荣耀，非一时可改。好吧，虽然文熙皇后是你的母后，文熙帝是你的父皇，但我不得不说，他们的手段还是挺吓人的，比那个崔俊也好不了多少。所以你不当这个文熙太子也挺好的。
真的救活了？他也是北府军中的，去年脑部受了重击，生了血瘀，但他比你严重，当下便失明了。这1年来啊，我一直在为他诊治。他也是个想活的，什么法子都敢试，什么药都敢吃。如今终于让我找到了清除血瘀的方法，现下他的视力已经恢复了。如果好好调养，相信寿数跟常人无异。什么方法？针灸、开颅。被你这么治的患者有几个？3个。就活了这1个吧。另外2个呢？死了还是瘫了？能找到法子已经很不容易了，你还挑挑拣拣。你不是想活吗？现在法子告诉你了，你若不肯试，当我没说。我不是。你病情没他那么严重，治疗起来没他那么凶险。我保证，对你我更有把握。只要治好了，就没有寿数之危了。就算是再小的风险，我也赌不起，北府更赌不起。行，那你就等着3年眼瞎，5年见阎王吧。我去告诉佳瑜。不许去。这是军令。佳瑜不知你病情，他还计划着走遍大业，复原矿藏图，你也舍得？他是为了郡主，也是为了他自己，完成游历四方的心愿。那你们时间本就不多，可以……等什么？等我死了以后再给他自由吗？万一我命好5年之后没死，他就一直陪在我的身边，守着我。谢家瑜有谢家瑜的路要走。